俄罗斯遭遇史诗级溃败，非洲军团到底经历了什么？2006年4月，马里的滚滚黄沙中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现代战争史册的事件。曾经在非洲横着走的俄罗斯武装力量被当地游击队按在地上摩擦，不仅丢盔弃甲，连老巢都被端了。这支部队就是接管了瓦格纳海外遗产的俄罗斯非洲军团。那么瓦格纳到非洲军团，俄罗斯在非洲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场被称为西非最耻辱大撤退的战役中，俄军隐藏着怎样离谱的战术错误？而在这场沙漠血战的背后，乌克兰特种部队又扮演了什么神秘角色？要看懂这次马里大溃败，咱们得先看看这个所谓的非洲军团到底是什么来头。简单来说，从瓦格纳到非洲军团，俄罗斯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以前，俄罗斯在非洲干活主打一个非正式的影子模式。那个时候的瓦格纳拿钱办事，主打一个灵活多变，干脏活累活从不含糊。但在2023年，普里戈金上演了一出兵谏闹剧，随后就遭遇了神秘空难，物力消耗，老板没了。俄罗斯国防部一看机会来了，全面收回海外军事控制权。2023年夏天，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带着军事情报总局的大佬阿维里亚诺夫开始疯狂出差，访问马里、利比亚、中非共和国和布基纳法索。目的只有一个，以半官方的形式接收瓦格纳的资产、合同和人员。一直到2024年初，俄罗斯国防部盘点完毕，非洲军团正式挂牌营业。俄罗斯在非洲的部署彻底从不承认、不负责的白手套变成了国家编制的正规军。表面上看换个马甲，兵强马壮，但实际上这种转型恰恰是这次溃败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很好解释，非洲军团吸收了大量前瓦格纳的雇佣兵，但他指挥大脑变了，直接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以前瓦格纳打仗，老板一拍脑门，为了利润和生存，现场指挥官有极大的自主权，看见敌人直接拔枪就干，打不过马上脚底抹油。现在不行了，变成了正规军，你就得走流程，每一个重大战术动作都需要经过俄罗斯正规军指挥系统的官僚审批。前线发现敌人，指挥官得先写报告，报告打给指挥部，指挥部再发给莫斯科，莫斯科的大佬们开会研究一下，等批复盖章发回来，前线的黄花菜都凉了。这种结构性转变的好处是，部队的政治合规性提高了，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普里戈金带兵造反。坏处更大，削弱了在非对称游击战争中的反应速度，直接结果就是马里大溃败。早在2024年7月，廷扎瓦腾伏击战中，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武装就已经让俄罗斯人吃过大亏了。这帮武装分子不是一般的散兵游勇，他们经过乌克兰情报部门提供的战术指导，逐渐掌握了一套对付俄军重型装备的绝杀秘籍。到了2026年初，情况变得更加极端。马里军政府因为兜里没钱，未能履行对北部地区的经济承诺，反而对北部实施了严酷的封锁，彻底把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武装，也就是阿扎瓦德解放阵线给惹毛了。在这种情况下，图阿雷格武装与长期盘踞在萨赫勒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努斯拉特达成了一项极其罕见的临时同盟，发动阿扎瓦德春季攻势。2026年4月24日，攻势全面爆发。这场袭击的规模和兵力协同程度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国防部的预判。上来就是多点饱和式打击，袭击首先从马里南部和中部打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直接封锁了连接首都巴马科至西卡索的关键公路。紧接着，他们对巴马科郊区的塞努空军基地发动了迫击炮和无人机袭击。这一打导致巴马科国际机场被迫全线关闭，切断了北方俄罗斯主军获得空中增援和物资补给的唯一途径。第二天发生了整个战役中最致命的转折点。4月25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一辆满载高爆炸药的皮卡车突破了凯蒂军营的防线，一头撞进了马里国防部长萨迪奥·卡马拉的官邸。紧接着，整栋建筑瞬间被夷为平地。他的死导致马里军政府内部的亲俄派系失去了主心骨，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同一天，马里国家安全局局长莫迪博科内也遭遇了袭击，最终伤重不治身亡。一天之内，军方和情报系统的一把手双双殒命。到了第3天，主战场转移到了北部重镇基达尔。这个时候，非洲军团和马里政府军已经被超过1万名武装分子包围。基达尔这个地方，瓦格纳在2023年才夺回来，但现在面对如潮水般的图阿雷格武装分子，俄军在当地精心部署了一座 TB2 无人机指挥站，直接被攻占。眼看守不住了，为了防止敏感技术和通讯频率外泄，俄军和政府军只能含泪自己放火，把整个营地给烧成了灰烬。经历了1天1夜的包围战后，莫斯科终于认清了现实，再不走底裤都要输光了。最终，在阿尔及利亚的紧急外交调停下，
非洲军团与图阿雷格武装达成一项安全通道协议。4月27日，俄军被迫遗弃了大量重型装备，其中甚至包括一架因为技术故障无法起飞的俄制米 24P 死路。大批俄军掩护着伤员，狼狈地向南撤离。这一幕被国际媒体无情地嘲弄，称其为俄罗斯在西非最具羞辱性的撤退。只是俄罗斯好歹也是有名的国家，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对于这个问题，火力军告诉你，这次溃败绝非偶然，它是俄罗斯一系列深层结构性矛盾在特定时间点的集中大爆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战力被严重稀释。自从2022年之后，乌克兰战场就成了一个吞噬俄罗斯兵力的无底洞。为了填补顿巴斯和库尔斯克等战线的缺口，俄罗斯军方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非洲军团里那些真正见过血、有经验的老兵通通抽调回国。老兵走了，留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有相当大比例都是刚招募来的二线新兵，甚至是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的菜鸟。这帮人到了西非萨赫勒地区，直接就懵了。他们不懂当地错综复杂的部落关系，不适应高温沙尘的极端地形，更对非对称游击战术一无所知。相比当年的瓦格纳，现在的非洲军团战斗力和应变能力呈现出了断崖式的下跌。还有就是指挥链的严重延迟，这一点火力军在前面提到过。非洲军团被国防部收编后，彻底失去了瓦格纳时期最宝贵的战地垂直指挥权。在基达尔战役中，当图阿雷格武装第一波攻势打过来时，现场的俄军指挥官发现情况不对，但他无权下令立刻火力覆盖，或者果断放弃阵地进行战术转移。结果就是图阿雷格武装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战术集结，最终合拢包围圈。等莫斯科的撤退命令批下来，前线的人已经被包饺子了。除了战力问题，最大的变数就是乌克兰的支援。非洲军团之所以吃了这么大的亏，那是因为背后一直有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那就是乌克兰。没错，你没听错，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火已经正式跨越了欧亚大陆，在非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在2023年8月，当时基辅政府发布了首个欧洲外交复兴计划，通过运送粮食搞外交，打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包围。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到了2023年底到2024年，画风就开始变得硬核了。乌克兰派出了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秘密潜入苏丹，用狙击战术和无人机技术，手把手地教苏丹政府军怎么去打击有瓦格纳背景的武装部队。到了2024年7月，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直接大方承认，我们向马里的图阿雷格武装提供了绝密情报，导致了俄军在廷扎瓦腾的惨败。而到了2026年3月，也就是这次危机爆发前，乌克兰的动作升级成了系统化的国家战略。乌克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前情报局长布纳诺夫亲自主持召开非洲战略会议，大致内容就是乌克兰要把自己的军事足迹当成主要的出口产品，也就是向全非洲看俄罗斯不爽的国家和势力提供独家的反俄不对称作战经验，用这些技术换取外交支持，并在全球范围内疯狂破坏俄罗斯的海外利益和资金链。在基达尔战役中，图阿雷格武装大量使用了 FPV 无人机，这里面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帮助，火力军第一个不信。在基达尔的废墟上，图阿雷格武装不仅挥舞着自己的旗帜，还特意展示了代表乌克兰的蓝黄相间国旗，算是感谢乌克兰外交官。站在火力军的角度看，2026年马里的这场大溃败，对于俄罗斯的非洲大棋局来说，属于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暴露了俄罗斯军力被乌克兰战场严重透支的尴尬现状，更撕破了非洲军团那层外强中干的面具。火力军建议俄罗斯国防部，如果在非洲玩不转这种高科技游击局，不如早点撤军回家。毕竟国内的战线还在眼巴巴等着这几千号人去填坑。非洲战场上的失利打的是脸，而接下来的事就是要俄罗斯的命。这场溃败把普京的前太子给烧出了个大窟窿。截至2026年初，非洲军团在非洲的驻军规模属于核心骨干加局部增援的模式。原本俄罗斯夸下海口要招募4万大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乌克兰战场把俄罗斯国内能打的兵员基本抽干了，所以非洲军团实际在非洲的兵力大概维持在5000到7000人之间。这些人的构成也很有意思，分3波。第一波是前瓦格纳留下的老兵，这帮人是精锐，清楚当地地形和战术，主要负责实战和带新兵。第二波则是俄罗斯正规军派来的志愿者，多半是搞技术支持的军官和特种部队，负责高科技装备。第3波就是就地取材，在非洲本土招募的安保人员，说白了就是天线宝宝，拿来守大门和进行低强度巡逻。在2026年马里崩溃前，这些兵力被分散撒在了非洲各个关键节点。在马里，大约1000到2500人，主要任务是给马里政府撑腰，顺便控制当地的黄金和油矿。在中非共和国，兵力有1500到2000人，直接给总统当贴身保镖，把控钻石矿产。在利比亚部署了800到1800人，维护东部哈夫塔夫政权，修复空军基地，眼睛盯着地中海的南部侧翼。在苏丹有1000到1500人，
野心很大，想在红海边上搞个海军基地，顺便保护金矿利益。剩下的还有布基纳法索的几百人，负责总统安保和无人机培训。尼日尔也派了大概100人，直接霸占了原来美军的无人机基地，给当地提供防空训练。就连赤道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也零星派了顾问，搞矿产特许权试点和特种作战训练。就以上这种情况来看，俄罗斯把军队撒到撒哈拉沙漠吃沙子，不是搞慈善的。非洲军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俄罗斯国防部赚外汇，再搞一些比较关键的战略原材料。没办法，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提出斯威夫特国家结算系统，手里的钱转不出去，外面的钱也进不来，只能回归最原始的硬通货黄金。根据国际著名调查机构血金报告的深度报道，俄罗斯在非洲搞了一个绕过美欧金融制裁的系统。在马里这边赚钱分2步走，第一步收保护费，马里政府每个月都要向非洲军团支付大约1080万美元的安保费用，这笔钱哪儿来的？都是从马里最顶级的几家大企业身上强行抽的税，拿马里老百姓的钱养俄罗斯的兵。第二步直接下场抢矿。2024年2月，非洲军团获取了马里北部最大的金矿因塔哈卡金矿的控制权。这里的黄金被挖出来后，不需要经过任何正规的银行手续，直接装进军用运输机，通过可控司洗白后运往迪拜，最后流入莫斯科。2022年到2024年这2年，在整个非洲，俄罗斯通过在中非共和国、苏丹和马里搞黄金走私和非法采矿，直接攫取的黄金价值超过了25亿美元。比如在中非共和国，非洲军团每年的黄金收益大概有2.9亿美元。这些钱通过皮包公司洗干净后，转头就去国际黑市上购买急需的无人机零件和战争物资。而在2024年，全非洲的武器与安保订单总量更是达到了49亿美元。只是2026年4月的基达尔大溃败，就在这个钱袋子上开了一个口子，并且后面会越来越大。最直观的就是资源控制区的丧失，随着马里北部彻底落入图阿雷格武装的手中，包括那个日进斗金的因塔哈卡金矿，以及周边几个潜在的油矿区。除此之外，俄罗斯本来画了个很大的饼。2025年的时候，莫斯科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在马里投资建设核电站以及现代化的黄金精炼厂，这可是重资产投资。现在呢，工地周围全是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满地乱窜的皮卡车，项目直接无限期停滞，前期砸进去的设计费和勘探费血本无归。最要命的是，马里这个甲方可能也坐不住了。2026年4月的溃败之后，马里主权面临挑战，他们现在的管辖权实际上已经缩减到了首都巴马科及其周围大概100公里的核心圈里，再加上中部几个还在死守的防御据点。说白了，马里政府现在已经退化成了巴马科城邦政府，出了首都就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在广袤的北部地区，图阿雷格武装建立了事实上的阿扎瓦德行政区，大张旗鼓地宣称基达尔已经获得自由。他们现在不仅有地盘，还缴获了俄罗斯的重武器，甚至在国际上喊话，要求俄罗斯军队永久滚出这片土地。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同样是动荡不堪。马里军政府的头号人物阿西米·戈伊塔政权处在随时崩溃的边缘。在国防部长被炸死、前线大溃败发生后的头3天里，这位戈伊塔总统神奇地消失了，全国上下找不到人。当时整个巴马科谣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带着黄金跑路了，也有人说他被自己人给兵变做掉了。显然在4月28日，他终于顶着2个黑眼圈现身，并在镜头前会见了俄罗斯大使。但都看得出来，他在军政府内部的威望已经没得差不多了。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一个问题。马里军队的高级将领在私下里疯狂指责俄罗斯，他们在关键时刻背叛了我们，自己先跑了。在马里，这种情绪随时都可能像火药桶一样被点燃，酝酿成新一轮的内部军事政变。不过就火力军来说，虽然马里对俄罗斯不满，但也不会把俄罗斯人赶走。当年马里军政府为了抱紧俄罗斯的大腿，不仅赶走了法国军队，还切断了与整个美欧世界的所有安全与经济联系。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果戈伊塔头脑发热，真的驱逐了俄罗斯军队，凭借马里政府军的战斗力，巴马科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就会被直接攻陷。尽管现在双方互相猜忌，互相觉得对方是拖后腿的猪队友，但他们依然不得不死死绑定在一起，维持表面的同盟。戈伊塔和俄罗斯大使的那次会晤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马里人也不傻，眼看俄罗斯摇摇欲坠，他们已经开始在暗地里寻找新的保护者，比如土耳其。目前戈伊塔本人的贴身卫队已经不再信任俄罗斯人，而是全盘交给了土耳其的私人安保公司负责。不仅如此，在俄罗斯的此路直升机被击落后，土耳其提供的无人机已经成了马里政府军手里唯一能够给图阿雷格武装造成实质性物理威胁的空中力量。只要有缝，土耳其人就能钻进去。把视角拉远一点，马里这场大溃败绝对不仅仅是西非沙漠里的一场局部战争，它是2026年俄罗斯全球影响力全面衰退的一个缩影。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很喜欢推销一款叫做权威安全包的产品，核心卖点就是只要你给钱或者给我矿产权，
不管你国内是什么体制，不管你怎么打压反对派，俄罗斯军队就负责给你提供最强力的保护。这个买卖以前干得风生水起，但基达尔阵地的失守向全世界证明，当面临那些经过现代化训练、装备了无人机等高质量不对称威胁的时候，俄罗斯的保护能力是存在上限的。他连自己人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保护你个非洲总统了。这个问题会像瘟疫一样传播给其他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甚至是中非共和国，领导人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心里嘀咕：下一个被抛弃的会不会是我？2026年就是俄罗斯全球地缘布局的崩盘季。委内瑞拉的沉默、叙利亚的收缩，加上马里的大溃败，说明了一件事：俄罗斯被迫回归其区域性大国的本质。那个曾经在全球到处插旗的俄罗斯，正在因为乌俄战争而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会不会放弃非洲部署？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